最近有两个比较大的新闻，第一个是之前火力军讲的伊朗无人机问题。我们知道，伊朗自杀无人机在乌克兰制造了无数乌克兰人民死亡和财产损失，差不多从上个月中旬开始，就不断有这方面的文字和图像证据。由于俄罗斯使用的伊朗无人机数量众多，且相当一部分被击落，这方面的证据已经多到足以令人信服的程度。日前，英国国防部长也公开声明，证据证实俄罗斯确实使用伊朗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然而，俄罗斯和伊朗仍在抵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美方的指控是毫无依据。我们伊朗与俄罗斯是有防务合作，但没有向乌克兰派遣无人机和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直接否认俄罗斯在冲突中使用伊朗制造的武器这一说法，称只使用俄罗斯制造的装备，并且是以俄文命名的。是的，流氓是不会承认，开战前一天还在说绝不会打的，就算你把证据放在他的眼前，他还是会否认。我们能跟谦谦君子讲道理，跟流氓没有办法讲道理。国际政治越来越极化的趋势，就是这些流氓造成的。此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讲道理的把他们的猪头打烂。对此，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行动，各种先进武器都给俄军安排上了，也就导致了第二件大新闻的发生。俄罗斯宣布乌4地进入战时状态，克里姆林宫签署赫尔松、扎波罗热、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4地的戒严令。在实行戒严令的情况下，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的权利和自由会受到限制，俄国也将对经济进行重组，以生产满足国家和军队需求的产品。在戒严令发出后，产生的最直接现象就是4个地区的好多人民排着队的想要逃离。总的来说，普京签署的戒严令可能有以下几个作用：一、减少和防止乌克兰特工渗透；二、防止4地乌克兰逃向基辅一侧，但其实以前就已经在逐步断绝；三、扩大当地政府的军事权限；四、意味着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样的一些举措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仗打下去，即使他们早就意识到绝对赢不了了。眼下来看的话，只要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根本就无法扭转当前的颓势。目前，北约、美国、乌克兰方面都已经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决心。就像俄罗斯刚签署戒严令，宣布战事升级，美国就直接回应说，这是俄罗斯绝望和无助的行为。我们知道乌克兰问题，俄乌双方从2014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打了8年多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俄罗斯在抢夺了克里米亚地区之后，又在乌东的俄族人中策动脱离乌克兰，因此双方才展开了8年多的拉锯战。一直到了今年的2月24日，俄罗斯扯下了遮羞布，明目张胆地对乌克兰发起了入侵行动，美名其曰特别军事行动。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其实乌克兰人都深深地知道了一个事实：妥协和忍让是换不来和平的，只能换来领土一块又一块的失去。一开始的时候，俄军一路打到了基辅，眼看乌克兰就要被彻底干掉的时候，乌克兰人觉醒了，在积极抵抗和周边国家援助之下，俄军闪击基辅宣告失败。往后的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俄军退回到乌东4地，然后暴露了他们真正的目的，夺取乌东4地。刚开始，俄罗斯夺取乌东4地的套路是这样的：先进行假公投，宣布4地已经并入俄罗斯，紧接着就对外宣布说乌东4地是俄罗斯领土，谁要是再进攻，我们就要用核武器反击了。可事实是，俄军的这一招没起到什么作用，乌克兰和北约并没有理会俄军的威慑。当前俄乌战场的战况是，乌克兰军队还在继续猛攻乌东4地，眼看赫尔松马上就要失守了，俄罗斯才急急忙忙地宣布乌东4地进入战时状态。但大家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状态下，俄罗斯宣布乌东4地进入战时状态，对接下来的战局好像没有丝毫影响。乌克兰该进攻还是会继续进攻，北约该援助还是会继续援助。那俄罗斯此时宣布乌东4地进入战时状态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是俄军的兵源问题。目前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再进行动员的话，恐怕其国内的暴乱会压不下去。
而宣布乌东四地进入战时状态的话，那么就有理由将乌东四地的人全部彻底的动员起来上战场，从而达到补充兵员的目的。而且这四地在进入战时状态后，一切安排都是俄罗斯说了算，想拉走什么就拉走什么，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就算俄军最后没有守住乌东四地，他们也可以轻车熟路的逃跑，而留给乌克兰的则是4个空壳。另外，俄罗斯也是想借此行为向西方和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大概的意思是我已经不行了，别再逼我了，要不然我就放大招了。大招是什么？核武器呗。除了这，俄罗斯打的也没剩下什么好东西了。简单的说，就是乌军反攻的太猛，俄军招架不住，宣布乌东四地进入战时状态也是无奈之举。其次是让俄军守卫乌东四地能名正言顺。俄罗斯宣布乌东四地进入战时状态，这是俄乌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主要是在进攻，进攻过程中当然会遭到乌克兰的反攻。但随着乌东四地公投入俄，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乌克兰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甚至可以说是主动进攻。在俄罗斯看来，乌东四地完成公投入俄后，属于俄罗斯领土，俄军肯定要坚决捍卫新领土，而乌克兰自然不甘心，誓死要收复失去的领土。所以俄乌双方接下来必然会以此展开激烈的战斗。只不过从当前局势看，俄军的情况不容乐观。基于俄军最近拉胯的战场表现，促使普京临阵换将，将光头司令苏罗维金任命为总指挥，但短期内依旧无法改变战场走势的。苏罗维金大将此前承认，前线总体形势紧张，赫尔松地区局势令人不安。有关赫尔松市本身的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军事形势，但我们不能排除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非常艰难的决定是什么？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那就是36计走为上计。俄军已开始大规模从赫尔松市撤离，撤向第聂伯河左岸。赫尔松当地负责人弗拉基米尔·萨尔多在电视直播中说，从今天起，该市的所有权力机构、民事和军事行政部门所有部委将转移到与赫尔松交界的第聂伯河左岸。他坚持认为，没人打算放弃赫尔松，军队将战斗到死，但我们必须确保平民的安全。赫尔松市民则收到短信，督促他们在乌克兰军队炮击前赶紧撤离。按照赫尔松官员的披露，大约有5到6万人将撤向第聂伯河左岸。如果以每天1万人的速度计算，撤离工作将持续6天。也就是说，俄军至少要顶住1个星期，但能不能顶住，这将是个问题。而且俄军不激烈抵抗就主动放弃，在政治上都交代不过去。同时，这也不是末日将军苏罗维金的风格。况且赫尔松市还是俄乌冲突后俄军占领的第1座重要城市，如果失去，俄军将会失去这场战役最大的战利品之一。因此，接下来必然会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而城市战的血腥，我们从之前的马里乌波尔之战就可以看出。可怜这座战前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城市，最后被打成一片废墟。目前战场正进入僵持阶段，那意味着赫尔松将成为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在目前这种各不相让、谈判都很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无数人命丧其中。更别提，如果俄罗斯真被逼到墙角，将一个核大国逼到退无可退，那将是什么可怕后果？而乌克兰方面则指责俄方正在恐吓赫尔松居民，裹挟他们进入俄罗斯。很多前线乌克兰士兵则宣誓拿下赫尔松的决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俄乌双方接下来围绕4地的战斗，既是土地的拼杀战，也是人口的争夺战。这与以往常见的国与国冲突不同，比如俄军在阿富汗打仗，基本就不用关心当地人，而俄乌冲突双方既为土地拼杀，也为人口的争夺，所以形势哪怕不妙，俄乌双方仍鼓励平民朝自己方向撤离。可以见得，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人口就是最宝贵的资源。以前呢，俄军都是进攻赫尔松，进攻马里乌波尔，而现在则开始了保卫战，保卫赫尔松。
如果第聂伯河右岸彻底失守，那意味着已被俄列入领土的赫尔松州约1/3土地被乌军夺回。而赫尔松市靠近克里米亚，附近不远处就是运河，这是克里米亚关键的水源头。所以，即便俄军有了在他们看来名正言顺的理由，接下来也将是一场艰苦且惨烈的保卫战。那俄乌双方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军事行动？目前乌军在南线赫尔松的保守秘密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也从某个侧面证明攻势并不顺利。乌军于10月19日在赫尔松州西北部再次进行了全面反攻。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占领区代表基利尔·斯特雷穆索夫声称，乌克兰军队在10月19日中午左右发动攻势，从新卡缅卡向贝里斯拉夫发动冲击。其他俄罗斯消息来源同样声称，乌克兰军队在新卡缅卡、杜查尼地区以南发动了攻势，并向苏哈诺夫和皮亚蒂哈特基进攻。这两个地区都在赫尔松州西北部目前的前线附近，距离贝里斯拉夫北部35公里。据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第126海岸防御旅、第11、80和83空中突击旅以及第76近卫空中突击师的人员正在该地区坚守防线，并阻止了乌克兰的重大进展。而乌克兰军方的说法很含糊，只说赫尔松的乌军正在积极行动，并且继续对赫尔松州的俄罗斯占领区域进行封锁行动。比如18日，乌军的打击摧毁了贝里斯拉夫、新卡霍夫卡和赫尔松市周围的3个弹药库，以及一个距新卡霍夫卡以北3公里、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科扎茨克附近的一个俄罗斯渡口。据10月18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军队在赫尔松市附近完成了一座驳船桥的建造，这是重建过河通道的努力的一部分。因为乌克兰军队一直在针对俄军在第聂伯河上的运输能力。这里顺便说一下，安东诺夫斯基大桥的公路桥、铁路桥被截断，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坝顶的公路和铁路被瘫痪后，俄军主要依靠狭窄水道上的渡船来给第聂伯河北岸，也就是右岸的俄军运送补给。当然，还有俄军一直努力建造的浮桥。所以在这里，乌军就和俄军开始了一场你建好我摧毁的游戏。俄军断断续续得到一些补给，但总是不够，这也是俄罗斯宣布从赫尔松撤出居民的原因之一。降低第聂伯河北岸，也就是右岸的人口，以减少物资消耗。而据最新的俄罗斯的财政状况显示，俄军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广泛的制裁已经让俄罗斯政府的收入大大减少，俄罗斯不得不想尽办法给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支持。之前，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下令从国家福利基金拨出1万亿卢布来弥补预算赤字。我想，在赫尔松战役打响后，这样的新闻肯定少不了。虽然最近在地面作战方面，乌军推进的消息较少，但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和报道来看，乌军仍做好了大规模进攻的准备，而俄军恐怕也为下一步大规模军事行动做足相应准备，大战一触即发。至于最后胜利，火力军相信，即使再困难，乌克兰也会勇往直前，就让咱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